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平台，我叫 Teddy。然后呢，今天呢，我想给大家分享，就是我在美国的生活，就包括以前在美国受到一些歧视，啊，另外就是长大的成长环境。是这样的，我是大概6岁时候就去了美国，是在美国长大的。嗯，我是出生是在大陆，是在江苏那边儿，但是呢是在美国这边儿长大的。当时呢，在那个年代的时候，就是可以说，我父母他们受到很多困难，因为他们那个年代的时候，家里面都没算太有钱，所以呢，很多时候呢，就是完全要靠自己，就可以说家里面也不会供他们去上学，所以呢，那个年代更多兴孩子给家里送钱，从来没有家里就是供孩子来去读书。所以呢，来到美国以后呢，我们当时呢就是一起在受罪，因为当时呢生活条件就比较差，很多人第一次听到美国都觉得哇，美国是那个 The American Dream，就那边儿就是可以说每个人都可以赚大钱啊啥的。但很多时候大家不知道，很多人来美国都要受苦，就不是说所有人来到美国都是富裕的。当时是这样的，我们父母他们和我一起是移民到美国。他们当时呢，我父亲还挺幸运的，他当时得到一个特别难得的一个福利，叫 graduate assistantship，就是他一边帮教授干一点儿活儿做 research，然后呢，大部分学费教授都给他免，包括还给他一些生活费，所以他一边在读博士，一边在帮教授做 research。我母亲呢，当时没有这么富裕，没有这么幸运。她当时是，没得到这么好的福利，所以她是一边在打黑工，一边就是在读书，还是在读研。所以这就导致当时我们经济情况就不是特别好，因为毕竟大家都知道美国的就是读书的费用很高，包括生活费用也特别特别高。我记得当时我们3个人挤在一个小房间，当时呢，我父母是一个大一点儿的床，我是一个小床，当时呢，那个房间特别特别小，就有点像学生宿舍一样。我记得当时呢，那个房子好像连个客厅都没有，对面有个小卫生间，就是那种特别旧的，然后特别脏的那种。因为我们当时那个住的房子算是那种怎么说呢，好几十年的那种房子，特别老式的那种，呃算是那种特别老式那种工艺吧，可以说。然后呢，旁边有个小厨房，反正就在那受了大概4年罪吧。刚刚来到美国以后，我父母就说你要学会帮我们分担一些家里的一些责任，因为以后我们不会在这家，大部分时候我们都会在外面，就是要不然在工作，要不然在上课。所以呢，你不光要照顾好自己，你还要学会帮我们分担一些家里的责任。所以呢，他们就教我做所有家务活比如说做饭、洗碗、打扫卫生、洗衣服、拖地，这些都要学会。像我很多时候，我父母他们可能不在家的时候，我要帮他们就是把家里给打扫卫生啊，也帮他们洗衣服啊啥的。反正就这样成长了4年吧，大概。后来他们毕业以后找了工作，大家生活条件也都变得好了。后来我们就搬出去了，也不需要住那个这么差的地方。这就导致我生活的就是很多方式都相对来说比较偏独立一些，因为毕竟在那种环境长大的。然后呢，很大了以后，父母开始教育我，也是很多时候用那个怎么说呢？用这种方式来去教育吧。他很多时候希望我能找到自己的路。像我记着我上初中的时候，他从来不给我零花钱，就是我一般都会帮邻居干一些活儿，就比如说帮他们铲雪啊，还有包括就是割草，还有包括就是帮他们带孩子啥的。然后更大以后就开始可以打工了，就可以说，对对对。这个呢，其实我个人感觉对我成长还是蛮好的。但是呢，有一点儿对我成长非常不好，就是关于在美国受到一些歧视。我相信你们大家很多人都听说过，就是在国外会有时候会受到一些歧视，特别是亚洲人。首先，我给你讲一下情况大概是什么样的。就是呢，是这样的，黑人和白人在西方国家，那比较发达的西方国家，他们有这种想法，就是黑人和白人是他们自己颜色的人，其他人不是的。我说这是啥意思呢？倒不是说他们专门是冲着亚洲人而来，是他们会讨厌所有和他们不一样的颜色的人，就不管你是中东人，还是你是印度人，还是你是亚洲人，甚至有一部分拉丁人，他都看不顺眼。所以当时呢，我小时候我是在一个小城市长大的，我当时呢我就受到一些歧视。当时呢有一些黑人和白人的小孩子，他就扔一些个石头啊，包括一些棍子砸我，说一些特别难听的话，像你父母都吃狗肉长大的，还有包括快来归你自己国家，我们不欢迎你，反正大概用英文是这么说的。
就我这也大概给你翻译成从英文翻译成中文。反正就当时干这么过分的事来去刺激我。后来大了以后呢，就是当然小孩变得成熟一些了，就是我在这上方面也不会受到这种折磨。但是呢，我在感情上还会受到一些歧视。像我之前不跟你说过了吗？就是黑人和白人那个想法，就黑人和白人是他们自己颜色的人，其他人不是的。所以呢，很多时候黑人和白人女孩子只想找黑人和白人男生。大城市我不清楚，但是小城市一般都是这样的。除非在一个情况下，他可能身边的黑人和白人男生都是那种渣男，或者是比较喜欢用暴力，或者长得特别丑的，他才会考虑其他颜色的人。我现在给你讲一下关于其他颜色的人的想法，就在国外。一般的就是不光不发生美国，其他就是那些发达的西方国家，一般也是这样，大概是就是一般的像拉丁美的，他们一般的就是可以说想找皮肤和他们颜色差不多的，但是呢，他们起码其他颜色的人也都可以接受，所以他们一般的不怎么歧视别人，就反正在感情上最少不会的。关于就是中东人和印度人呢，他们在这方面想法也是挺合理的。就可以说呢，他们一般的可能想找比自己更白一些的人，但是呢，就是可以说，如果是他们自己同样颜色的人的话，他也可以接受，因为毕竟是他们自己皮肤的人嘛，所以他们也 OK 的。我在这过程中，你可能发现出来，我有一个颜色的人没有讲，这就是我们黄种颜色的人。我首先我跟你说一下这个背景到底是什么样的。就是刚刚我来美国，我不是6岁时候去了那边吗？我记得大概7、8岁的时候，我当时就听到一些不好的新闻。当时呢，就像洛杉矶啊，还有包括纽约那些特别大的城市，我记得芝加哥当时还有这个问题。就在网上，我会看 YouTube，还有包括网上一些新闻，会有一些亚洲男生在那边埋怨，说亚洲女孩子天天就想找黑人和白人谈恋爱，从来不给他们任何机会。然后他说，然后那些人，那些人在网上还骂那些女孩子，就说他希望那些女孩子都去死。我当时整个人都惊了，我在想啊，这到底咋回事？因为6岁之前我也在大陆读过书，所以呢，我当时对这没有任何了解的，因为我当时呢我在一个小城市长大，我那边也接触不了多少亚洲人，那边大部分都是黑人和白人。后来我大了以后，我到一个大城市读大学，我才知道底怎么回事。当时我记得班里面有个女孩子，我挺喜欢她的，她和我是同岁，然后呢，当时呢，她和背景也和我差不多，她是8岁时候去了美国，我不是6岁时候去了美国嘛。所以按道理来说，我们应该挺合得来的。我记得当时我还挺努力去追求她。我当时呢，虽然不是那种长得超级帅的，但是我长得也不难看，包括我个子蛮高，大概1米9左右。像我以前是篮球队的，我当时呢挺努力追求她，又经常做一些她喜欢吃的东西送给她吃。我记得当时还会用吉他帮她创作一首歌，当时她当时就看出来我是对她有那种意思，她就说你不要这样，我不可能。我说为什么不可能？她就说因为我从来不和亚洲人谈恋爱，这就是她给我的理由。我当时听到这件事，好像整个人都懵了，因为我也是第一次，有人这么给我说话。就之前呢，黑人和白人会这样拒绝我，我是可以理解，但是毕竟这是个亚洲女孩子，她这样拒绝我。后来呢，我就问我身边的一个亚洲，就是可以说是个亚洲男生朋友，他也和我一样是在美国长大的。我就问他，我说大城市都亚洲女孩子为什么都是这样的？他说你首先你不要冤枉好人，就是留学生呢一般都不会这样，留学生有一小部分会这样，但是呢大多数不会这样。他说呢一般都是出生和长大的亚洲女孩子会这样。我说那为什么他们会这样？他说呢在他理解过程当中呢，他的判断是有几点。他说呢你首先你应该了解这一点儿，就黑人和白人有那个想法，就黑人和白人是他们自己颜色人，其他人不是的。我说我知道。他说呢他们很多时候为了步入到黑人和白人圈子里，所以他要排斥自己颜色人，而为了达到那个目的。听起来可能有点幼稚，但是呢，一大多数就是那种西方出生和长大的亚洲女孩子都有这种想法。他说这是他一个判断。他说另外一个原因呢，他个人感觉就是很多时候这种媒体就炫耀亚洲人不值钱啊啥的，所以呢，在他们眼里，这就为什么很多时候他们都会贬低亚洲男生。因为他很多时候呢，他就问我，你是不是发现出来很多时候亚洲就这边的西方这边媒体都会炫耀亚洲男生很弱，就是身材不好啥的，然后呢，一般都炫耀哇黑人白人哇身材长多好啊，多帅啊啥的。他问我仔细想想，我这么多年看的那些电影啊电视剧，除了像亚洲来的大腕儿，像什么成龙、李连杰、周润发那种人，来到美国能演1号男主角，其他人在好莱坞想也不要想，这种是不可能的。当然我知道现在这种事已经有点变化了，因为现在有一些很多其他的亚洲的
大腕儿开始演一号男主角，像刘思慕啊，还有其他的一些。但是呢，在我成长就是过程当中，就我长大那个环节，就是在零零年到10年的时候，这种事从来没有发生过，因为一般都是像成龙、李连杰、周润发那种人可以演一号男主角，其他人想也不要想，不光电影、电视剧啊，就是不让他们演一号男主角，他们一般都在那里面演那种配角，就是感情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的那种配角。反正我就发现说，哎他说的还挺有道理，因为像我说的，我看这么多年电影和电视剧，大概都是也是像他说的，都是大概是这样的。对对，反正情况就是大概是这样。我个人是排斥我们亚洲女孩子想找老外，因为我感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自由去找自己想要的感情。但有一点儿我不可以支持，就是亚洲女孩子为了排斥自己颜色人，而为了达到那个目的的话，我就感觉这种行为有点幼稚。啊，但是也没办法，情况就大概是这样吧，就可以说。呃，我发现像我之前说过的，就是很多其他颜色人都不会这样，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亚洲女孩子可能她们在这儿比较占优势吧，然后她们就很多时候会干出来这种行为。可以说这也是很多时候就是你们可能有些还没有留学过，或者是打算以后在西方这边成家的话，你们要有点心理准备的，就关于这边受到这种歧视。呃，我得说清楚一点。首先呢，就是一般的你可能就是像我之前受到那种委屈，比如说扔石头啊、扔棍子砸我，那些一般的就是在小城市可能会发生，会经常发生这种事。但大城市的话，相比来说还是比较少，因为大城市呢，一般的亚洲人口相对来说比较多一些，所以你一般的在大城市可能是受到欺负都是那种小混混，或者是包括一些黑道啊啥的，他们一般都可能会欺负你。反正就是我主要是今天录这个录像，就主要是想给一些那留学生啊，包括有一些以后想到国外的，就是来生活的那些我们的中国人啊，还有包括就是亚洲朋友们，就让他们有一些心理准备，就如果你们打算到国外生活的话，反正大概就是情况就大概是差不多是这样吧。当然，我也希望每个人都能那个幸福，都能找到自己的幸福。在国外确实挺难找的。我之前在国外也谈过恋爱，但是呢，一直到现在还没有结婚。这个就很多时候也是因为情况确实不是特别现实，包括之前也遇到一些很多不好的一些女孩子。因为像我之前说过的，就是我在这边会受到很多歧视嘛，就是反正希望我的亚洲兄弟们，还有包括中国兄弟们，你们都能找到自己的幸福，加油，兄弟！好，今天录像就在这儿结束，好，拜拜。